每秒射速高达140发，几秒钟干爆一辆苏式坦克。G198凭什么被称为现代机炮中的帝王？别的国家造飞机是先画出一架飞机的图纸，然后在机头或者机翼底下找空隙塞进一门机炮，但美国空军却说飞机不是这样造的。他们先是造出一门长达6米、重达2吨的加特林巨炮，在这门炮的外面强行包上一层铝合金铁皮，然后又给它安上2台发动机和一对平直的翅膀。于是就有了一架飞机长在机炮上的飞机，也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 A10雷电2攻击机。而那门旷古绝今的巨炮，就是人类航空史上装备在战术飞机上口径最大、后坐力最变态的 G198A 复仇者7管30毫米旋转机炮。它是一把专门为了打爆苏联坦克而锻造的人类终极杀器。但当它在低空俯冲开火时，能打爆的又何止苏联坦克？哪怕是现代坦克在它面前，或许都无法坚持3秒。今天我们就为大家硬核拆解这门现代机炮中的绝对帝王 G198，看看它是如何诞生的，又是如何用眼花缭乱的火力统治机炮世界近半个世纪。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美国及其盟友与苏联在欧洲平原上展开对峙，苏联红军手里握着数以万计的 T54、T62 作战坦克，而美国空军当时手里捏着的全是 F4、F105这种追求高空2马赫狂飙的喷气式战斗机。当五角大楼推演如何用这些飞机去阻挡苏联装甲洪流时，他们突然发现战斗机飞得太快，炸弹扔得不准，装备的20毫米 M61火神机炮打在苏联坦克的装甲上，连个凹坑都砸不出来。苏联人还以为美军是给他们的坦克按摩，于是五角大楼痛下决心，必须搞一种新的对地攻击武器。1968年，美国空军分别向菲尔科福特、厄里孔、通用电气提出了一个方案：你们都搞过机炮，现在把之前的机炮都给我放大，我要一门30毫米口径的机炮，它必须能在1000米开外用纯动能直接击穿苏联主战坦克的装甲。1973年，在竞争对手菲尔科福特和欧洲的厄孔类机炮接连出局后，通用电气正式拿出了 G198A。当这门炮被拉到埃格林空军基地的测试场上时，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美国空军更是头皮发麻，觉得自己释放了一头野兽，因为他们只是想用机炮打穿苏联坦克，但 G198却是要把人家的坦克打成粉末。我们看看这个怪物到底有多可怕。G198不是一门简单的机炮，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包括炮管组件、无链供弹系统以及那个极其巨大的螺旋弹鼓，整个系统全长达到了 6.06 米，重量是令人发指的1828公斤，其中光是那个能装1350发炮弹的弹鼓就重达近1吨。这么重的弹鼓该怎么开火？它是外能源驱动的加特林机炮，也就是说它不靠火药燃气的后坐力来退壳上膛，而是由2台飞机提供的液压马达作为动力源。这2台液压马达直接连接 A10左右2台发动机的液压系统，当飞行员扣动扳机，液压马达瞬间爆发出极大的扭矩，带动火炮内部的转子逆时针疯狂旋转。7根炮管，每根炮管都配有一个独立的枪栓，随着转子的旋转，枪栓沿着火炮内壁的凸轮轨道前后运动，像流水线一样，以此完成一系列开火动作。这种别出心裁的外部液压驱动带来了2个非常大的优势。第一，射速极高且极其稳定，它不需要等待上一发子弹的火药燃气做功，理论射速直接飙到每分钟4200发。只不过后来为了延长炮管寿命和节约弹药，被固定在每分钟3900发。第二，绝对不卡壳，哪怕遇到一发哑弹，强大的液压马达也会强行把它从炮膛里抽出来抛掉，绝不影响下一发的射击，其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达到了惊人的1万发。另外，它的退壳机制极其特殊，G198的弹壳不同于普通机炮的壳子，它的空弹壳就重约 0.2 公斤。如果在空中大量抛壳，飞机的重心会瞬间发生剧烈改变，导致飞机失控。所以 G198采用了一套封闭的无链传送带系统，将打完的空弹壳原路送回那个巨大的弹鼓里存储起来，打出去多少重量的火药跟弹头，就保留多少重量的弹壳。这在物理学上最大限度地维持了飞机在开火前后的重心平衡。有了变态的发射机构，接下来就是弹药，弹药才是 A10被称为坦克杀手的真正秘密。G198发射的是30乘173毫米口径的巨型炮弹，每一发炮弹粗的就像一个大号的牛奶瓶，它的长度接近29厘米，单发重量近1公斤。
美军为这门炮配备了一种弹药组合，按照4发贫铀穿甲弹混合1发高爆燃烧弹的比例进行弹链装填，核心杀器就是代号为 PGU-14B 的贫铀穿甲弹。那么为什么不用传统的钨合金穿甲弹，非要用贫铀？殊不知这是空军基于贫铀在穿甲领域的物理特性做出的英明决定。第一，贫铀密度极大，其密度大约是钢的2.4倍，甚至比铅还重。根据动能定理，在相同的初速下，质量越大的物体携带的动能就越恐怖。PGU-14B 弹头内部包裹了一根重量约300克的贫铀穿甲体，当它以每秒1010米的初速飞出炮管时，它就像一根拥有毁天灭地动能的实心钢钉，能够在1200米的距离上呈30度角轻易击穿69毫米厚的均质压压钢装甲。这个穿身足以在冷战时期击穿任何苏联主战坦克的顶部或侧面发动机舱装甲。第二，贫铀的自锐效应。贫铀材料在受到极其强烈的碰撞和挤压时，它的边缘会产生剪切带，材料会像削铅笔一样一层层剥落，这时的贫铀弹头在穿透装甲的全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针尖一样的锋利，阻力极小，穿身极大。这还不算完，贫铀还具有极强的自燃性。当贫铀穿甲体击穿坦克装甲进入密闭的成员舱后，摩擦产生的高温会让剥落的贫铀粉末在空气中发生剧烈的氧化反应，瞬间爆燃，产生超过3000摄氏度的极度高温。这种高温能直接引爆坦克内部储存的炮弹和燃油，引发场面宏大的殉爆。这种穿甲加纵火的双重物理杀伤，才是GE-18成为地面装甲部队噩梦的原因。巨炮造好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该怎么把这玩意儿送到天上去？由于前面对巨炮杀伤力的设计追求，GE-18的体积已经变得很大了。如果把它塞进机身前部，几乎占据了座舱下方到雷达罩所有的空间。飞行员咬咬牙，其实也能接受，但美国空军也不太敢让飞行员起飞，因为别忘了，机炮是有后坐力的。GE-18在全速射击时会产生高达45千牛的平均后坐力，而 A10搭载的2台 TF34涡轮发动机加起来的最大推力大约是80千牛。也就是说，当这门机炮开火时，它产生向后的推力超过了飞机向前推力的一半。这种极端的受力不平衡催生了2个广为流传的都市传说，一个说是 A10如果持续开火，巨大的后坐力会抵消发动机的推力，导致飞机速度归零，甚至向后倒退坠毁。第二个则说开炮会把自己的发动机憋熄火。我们先看第一个， A10的重量大约是15到20吨，它在进行机炮俯冲时的速度大约是570公里每小时。机炮的后坐力虽然有 4.5 吨，但每次开火的时间极短，通常只有1到2秒。根据物理公式计算，只会让这架重达10几吨的飞机速度轻微下降几公里每小时。飞行员确实会感觉到一阵强烈的顿挫感，但也只是像在高速上猛踩了一脚点刹，而不是让飞机停止甚至倒车。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后坐力没有危险，如果后坐力的受力点不在飞机的中轴线上，巨大的偏航力矩会瞬间把机头推向一边，导致飞机失控打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程师们直接把整门大炮稍微向机身的左侧偏移安装。GE-18是一门7管加特林炮，旋转射击，但它只有当某根炮管转到大约9点钟方向的位置时，才会完成闭锁并激发子弹。大炮偏左了，那原本应该位于机头正中央的前起落架怎么办？没办法，只能给大炮让路。于是 A10的前起落架被硬生生挤到了机身中轴线的右侧。这种为了迁就机炮而产生的左右不对称设计，完美诠释了什么是一切为火力让步。此外，为了吸收那 4.5 吨的狂暴后坐力，工程师在机炮和飞机成立框架之间安装了一套极其复杂的液压后坐力吸收适配器，它能将硬碰硬的机械冲击转化为平缓的推力，防止飞机骨架被震散架。至于第二个传说，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灾难。在 A10的早期飞行测试中，试飞员按下扳机，机炮怒吼，但紧接着飞机的2台发动机发出了一阵喘震声，推力骤降，甚至当场空中停车熄火。工程师们很快找到了原因。大家都知道GE-18机炮发射的是极其海量的30毫米炮弹，炮口喷出的不仅仅是巨大的火焰，更是含有极高浓度无氧气体和火药残渣的高温硝烟。当飞机在空中向前飞行时，这团巨大的去氧废气云会顺着机身直接往后飘，结果完美的被高高挂在机身背部的2台涡扇发动机的进气口吸入。喷气式发动机的燃烧室是需要大量氧气的，吸入这些去氧的火药废气，发动机内部的燃烧过程瞬间被阻断，导致严重喘震甚至熄火。
面对此局，工程师们绞尽脑汁，首先是加装导流罩。他们在机首的炮口部位加装了一个名叫 GFU-16A 的导流罩，试图将射击产生的废气流引到机身下方。但风洞测试表明，这个玩意儿不仅效果极差，还破坏了机头的空气动力学平滑度，产生了强烈的乱流，最后只能拆掉。其次是延长炮管，试图让硝烟离进气口远一点，结果证明也是徒劳。饱受打击的工程师们实在气不过，既然物理分流搞不定，那就在软件控制上下狠手。美军工程师对 A10的控制系统进行了深度联动修改，现在只要飞行员一扣动机炮扳机，飞机会瞬间自动执行2项指令。第一，自动启动风挡玻璃清洗液喷射系统，因为炮口烟雾会把风挡玻璃熏黑，遮挡飞行员视线，必须边打边洗。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强制启动发动机的点火器系统，也就是在机炮开火的整个过程中，发动机燃烧室里的火花塞会像机关枪一样持续不断的高频打火。既然你废气吸进去导致火灭了，那我在里面一直点火，灭了我就再给你点着。这种近乎于耍赖的边打边强行点火的硬核设计，彻底解决了 A10开炮熄火的致命 bug。至此 GE-18顺利上天。距离 GE-18机炮和 A10服役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从1991年海湾战争在沙漠中猎杀伊拉克坦克，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城镇中进行近距火力压制，这门30毫米加特林机炮见证了美军对地打击火力的巅峰。但是随着大国竞争时代的到来，随着防空导弹技术的极度内卷，现代战场环境已经不允许一架亚音速攻击机在几百米的低空悠闲的俯冲并使用机炮进行直射了。F-35等隐身战机依靠防区外投掷精确制导弹药取代了机炮的洗涤功能，即便是 A10C 自己现在也更多的依赖发射小牛导弹或激光制导火箭弹，尽量避免进入敌方高炮射程内使用机炮。GE-18这门为了撕裂重型装甲而生的终极巨炮，在现代战争中似乎正在逐渐沦为一种威慑性的战术补充。根据五角大楼的规划，最后一批 A10飞行员已经结训，这样预示着这架飞机将在未来几年内全部退役并封存。当最后一架油猪被送进沙漠的飞机坟场，那台 1.8 吨重的钢铁巨炮被拆下来时，似乎也标志着人类航空史上一个将机炮威力推向火力极限的时代彻底落幕。未来我们或许能看到挂载高能激光武器的6代机，看到发射电磁炮的无人僚机，但那种依靠几千发实体穿甲弹，用最纯粹的动能撕裂一切装甲，伴随着机炮撕裂声干碎一切装甲的古典暴力美学，将成为战争史书里永远无法被复刻的绝唱。好了，本期 GE-18复仇者机炮的分析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面对即将全面到来的精确制导和隐身时代，大口径航空机炮是否真的已经沦为实战中的累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见。